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明朝年间，有个梅亭镇，这里的人爱喝酒，故而街头巷尾常能见到大大小小的酒馆。人分三六九等，酒馆也分，有一流，也就有末流。林家酒馆便是顶末尾的那个。酒馆的掌柜叫林大勇，年纪约30出头的样子。带着妻子从乡下来梅亭镇，已有4年光景。虽说酒馆排在末尾，但白手起家，能做到如今这般程度，其实也还算行的。要知道，有的酒馆撑不下去，关门的不在少数，能在诸多酒馆中争得一席之地，说明林大勇还是有些本事的人。林家酒馆不大，里头只摆了4、5张桌子，板凳倒是挺足的，靠墙边摞起来放着。柜台上摆一缸酒，再卖些花生米，还有酱菜之类，不卖荤菜。每个酒馆都会有它稳定的顾客人群，林家酒馆也是，来喝酒的多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人，进门来花上几文钱，要上2、3两酒，再买一小碟菜，慢慢的吃。里头经常是坐不下的，便有人拿了板凳出去坐，又或是倚着墙角窗台，或是靠树一站，把酒一点点往嘴里倒。穷汉子做一天活，筋酸骨乏，心里憋闷，喝点酒过瘾解馋，暂时忘掉身子上的疲乏。男子卖酒，内有乾坤，好酒温厚绵长，不会上头，但好酒价钱高啊。林家酒馆不卖好酒，只卖最普通的酒，价钱又是诸多酒馆中最便宜的。是以他家的客人还是挺多的，以低价取胜。他家的酒还有个特点，酒味大，不讲余味，只讲冲劲。那酒一落肚里，一股劲就疼得窜上来，直冲脑袋，晕晕乎乎的，劲头很猛。人们就爱好这种花钱不多，马上就来劲的感觉，晕头长脑的不似平常模样，胆子都大了许多。要说林家酒馆的酒，别的酒馆也有卖，为何就他能卖的价钱最低呢？这里头有个诀窍，酒缸里头掺了水，常喝酒的人哪里会吃不出这酒有假呢？但谁都不会说出来，不肯把这层纸给捅破，喝美了也就完事了。做买卖都要成本，要人家酒好，价钱又要卖得很贱，这等好事难找。客人当中有个叫张丽彤的，天天晌午过来买酒喝。他的衣衫每日总是那么一件，上面补丁落补丁，头发乱七八糟，一双眼睛浑浊得很，从不和人多说话，每回就是一大碗酒，连菜都不要，端起酒碗仰脖喝下，然后东倒西歪地出门去。忽然有一日，林大勇发现张丽彤有些日子没来了，觉得奇怪，就向一位酒客打听。那人答道：人走了。林大勇没反应过来，走哪了？去了哪家酒馆？那人笑笑道：死了。林大勇大吃一惊，是哪日的事情？那人想了想，说：大约是这月初7、初8吧。对，就是初8那日。林大勇接着追问：怎么死的？想想最后一回看到他时还是好好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这时旁边有几人笑了起来，有人插嘴道：他喝高了，去拦一匹金马呢，这不就是在找死吗？林大勇再一细问，得知事情始末，张丽彤每回回家须穿过一条街。那日从酒馆出去，正准备穿过那条街时，有一辆运菜马车的马不知为何受了惊，横冲直撞的在街上狂奔，马夫吆喝着拉缰都弄不住，街两边的人吓得纷纷往两边跑，有胡同的地方就往胡同钻，没胡同的就往树后面躲，连树也没有的地方就往墙根扎。偏偏张丽彤往路中间一站，指着那马大叫：
有种往你爷爷胸口上撞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只听得一声巨响，像撞倒一面墙，张立同被撞飞出去，然后那马又从他身上踏了过去。当时人就已经不行了，有人感慨让他喝酒慢些，吃点菜下酒，偏不听。坐在他旁边的人道：可苦了他妻子，家中无钱，都被他用来买酒喝了，还是苦苦向人借了一点，才将他安葬下去。说完摇头叹息。又有人道：这喝酒归喝酒，哪有喝到老婆孩子不顾，连命都不要的份上，真是个酒鬼。二，改邪归正，假酒不当真酒卖。众人纷纷你一句我一句，直听得林大勇冷汗冒了一身，连内里的衣衫都湿了，佯装低头算账，实则心里是翻江倒海，脚疼得厉害。初七那日晚间，妻子梅红产下了一名男婴，这是两人成婚这么多年所得到的第一个孩子。以前不是没怀过，而是回回都没能保住，就这回成功了。林大勇自然欣喜万分。第二日，也就是初八那日，他一高兴就没往酒里掺水，卖的是真酒。以前的酒上头的快，醒的也快，就那么一点劲头，可真酒就不一样了，没那么快醒过来。张立同出门时是真的喝醉了，林大勇越想心里越别扭，自己诚实的卖了一回真酒，怎么就偏巧出事了呢？夜里他睡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迷糊间总能见到一个身着灰色衣衫、补丁落补丁的男子，烦躁地坐起身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想了想，那是张立同生前的模样，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下去将油灯点亮，暖黄而柔和的灯光顿时塞满了屋子的各个角落。他的心平实了些，没有之前那么烦躁了。扭头看了看妻子身旁的孩子，小脸虽然皱巴巴的，但干净得很，顿时有了一个决定，得给孩子积德，以后诚实卖酒，不能再往酒里掺水卖了。不过到底是生意人，总得先算一本账，真酒的成本高，卖价又很低，再加上店铺租金等等，每月就无钱可赚了。赚不到钱，就会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，还开酒馆做什么？再者，一提高酒的价钱，老顾客便不会再上门。有些人追求的本就是便宜。左思右想后，林大勇狠心，还是决定关一段时间酒馆的门，再拿出以往的积蓄，请人将店铺重新装修一番。装修好后，自己回了一趟乡下老家。林家村里几代人都会酿酒的人家多，造出来的酒口感纯正，回味悠长。这次回家就是为了寻得一些好品质的酒过来，再加上自己以前酿制的，很自然的就把后者的价钱跟着提了上去。待酒馆再开门时，客人们发现里头焕然一新，柜台上原来摆1缸酒，现在摆3缸酒，价格有高、中、低3档，但是即便是低档的酒，也比之前的价钱高了一些。只不过这酒的香味当真是好闻，光闻酒香便知是好酒，再品尝上一口，欲罢不能。有人打趣：林老板这是打算做一流的酒馆吧？林大勇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重新开业的3天里，给老顾客享受最大的优惠，此举算是留下了一部分的老客户。人们想，去哪都是喝酒，不如在待习惯了的地方喝。再者，林家酒馆里的酒，总体来说还是实在的。当然，也有不买账的人，重新寻了别家酒馆，买便宜酒喝。这是在林大勇意料当中的事，没有多介意。老顾客去了，总会有新顾客来。梅亭镇的人爱喝酒，也懂酒，不少新顾客就是循着酒香味而来的。
要想留住他们，就得与末流之前的酒馆竞争。没有办法，林大勇故伎重演，压缩中高档酒的利润，将价钱定得比别家偏低一点，以留住客人。从乡下的现成的酒拿来卖，不是长久之计，还是得自己酿。他寻思着，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，镇上米铺里粮食的价钱比自己去乡下收购要贵上一些，不若自己费些气力去乡下买米，那样酿酒的成本可以低一些，就是自己要辛苦很多，但做生意不吃苦，就赚不到钱。儿子5个月后，大勇将他交到乡下父母那里去带，自己在外面收购粮食后，在后院里酿酒，店里面卖酒的事情，则交给了梅红去做。半年下来，林家酒馆的生意是越来越好，生意越好，林大勇也就越来越忙。酒馆的后院小，不够用，大勇又在偏僻些的地方寻了个便宜的大宅子，专门用来酿酒。这么一来，早出晚归，酒馆里卖酒的事他彻底不管了。两夫妻一个忙里，一个忙外，搭配的还算不错。3. 路遇妇人，好心给予帮助。有日临近傍晚，林大勇从乡下回来，路过菜市场，见到一身着破旧衣裳的妇人挎着只竹篮，在路旁捡别人丢弃的剩菜叶子。妇人的衣服虽然破旧，补丁落着补丁，但瞧上去还是挺干净的。这种剩菜叶子烟不拉几的，在乡下人们都是拿去喂鸡或是喂给猪吃的。林大勇以为他也是如此，转过视线，正准备往另一条岔路走，突然想起此人好似在哪见过。他又仔细瞧了几眼，想了想，好像是张丽彤的妻子邹氏。这时妇人也准备回去了，林大勇心里一动，悄悄地跟随了过去。妇人走得很快，对跟在他后面的人毫无察觉。林大勇看着他走进了一个篱笆院子，在瞧篱笆围起来的2间屋舍，门是开着的，里面黑乎乎的一片，没有点灯。屋前放了一条板凳，2个瘦弱的孩子坐在凳子上，就着外头昏黑的光线在看书。他们的衣衫同样是打着补丁。见到妇人进来，孩子放下书本，欣喜地迎了上去。娘，你回来了。妇人温和地问道，都饿了吧？娘这就洗手去做饭。妇人洗了手之后，便去屋檐下的米缸里抓米。林大勇看他把米缸掏空了，也仅是得了2把米的样子。这么一点米，哪里能煮得成干饭？其实不过是熬点米粥，里头再放些切碎的剩菜叶子。林大勇看着心里发酸，这娘3个的日子过得比街上的乞丐好不了多少。其中一个身量高一些的孩子终于发现了站在篱笆外的林大勇，他走了出来，疑惑地问道，叔叔，您是要找谁？林大勇心里有些虚，但仍是故作爽朗地笑道，我从这里经过，看见你们家的篱笆院子与别家的不一样，故而多留意了一下。孩子的面上浮起了笑容，这篱笆是我父亲亲手做的，确实与别家的不一样。妇人听到声音，问了一句，明荣，你在与谁说话？明荣转过头说道，娘，是一位经过这里的叔叔。妇人没再吭声。明荣礼貌地对着林大勇笑笑，正待将篱笆门关上，林大勇鬼神使差地伸出手挡住。你的父亲是叫张丽彤吗？明荣很惊讶。您认识我父亲？林大勇心下明白，这果真是张丽彤的家人。这时妇人走了过来，是林老板呢，他是知道林大勇的。张丽彤生前总是去他家酒馆喝酒，而且有时去街上接些针线活做，也得路过那儿。林大勇暗忖了下，像终于认出了他般，语气里带了几分惊讶，原来嫂子你们住在这儿呀？我找了你们许久。
妇人的面上满是疑惑：“你找我们做什么？”林大勇从身上掏出了2块银子，递到他面前：“丽同兄曾借了2两银子给我，我未来得及还。”妇人不肯接，很肯定地说道：“他不是个有这么多银两的人。”林大勇笑道：“丽同兄有无银两，我不知道，但他却是借钱给了我。”说罢，将银子塞到明荣手中：“你们先拿着用，我有事得走了。”扭身便走，走得飞快，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感觉。4. 再遇妇人，得知惊天秘密，再一次见到张丽彤的妻子邹氏，已是半月之后的事了，仍是傍晚时分，只不过不是上回那个镇东头的菜市场，而是靠西边这个。他还是穿着那件打着补丁的衣裳，挎枝竹篮在捡剩菜叶子。林大勇觉得有些奇怪，上回不是给了他2两银子吗？1两银子可以买到100多斤大米，省着点用；2两银子可以好好的生活5、6个月，怎么还要来捡剩菜叶呢？按捺住心头的好奇，林大勇没有上前打招呼，而是绕到菜市场里买了1条大鱼，割了2斤肉，拎着东西上门了。夜色已昏黄，张家的堂屋里点起了一盏小油灯，2个孩子伏案在看书，邹氏在院子里做事，见到他来，立即请林大勇到堂屋里坐。林大勇瞟了一眼炉子上的锅，锅盖没盖，里头还是一锅稀粥。进的屋去，明荣起身为他倒了一杯水，双手捧到他面前：“叔叔，没有茶叶，您将就着喝点水解渴。”林大勇接过水杯，谢谢了他。见他母亲离门口远了些，轻声问道：“上回那银子是用完了吗？怎么晚上还吃这么薄的稀粥？”明荣眨了眨眼，笑道：“母亲拿了一部分还债，剩下的一部分给了夫子，是之前欠下的束修。母亲说，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，不能欠着人家的钱走。”林大勇很讶异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明荣答道：“去投靠大舅舅家，过2日就走。”母亲说：“大舅舅和父亲一样，也是读书人，对我们学业有帮助。”林大勇点了点头，想到身上还有张50两银票，便拿了出来，塞到他手里：“这个给你们读书用。”明荣不肯接，连忙摆手：“不能要了，不能要了。上回那2两银子，母亲就说是您给我们的。”邹氏在外头听到了，赶忙着进来：“林老板，我们已经卖了这屋子，手头上有些银两，不能再要您的钱了。”林大勇环视了一下屋内：“嫂子，您是为2个孩子的前程才卖掉这屋的吧？投奔到别人家，哪怕是自己的亲戚，身上有些银两傍身也是好的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自己是从贫穷过来的，尝过这种滋味。”他这话说得很实在，令邹氏想起自己的长嫂，确实不太瞧得起自己这一家。见他犹豫，林大勇又道：“再过几年，2个孩子要去考功名，少不得要花些钱去打点，就是这段时间难熬，等孩子大了，你们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。”明荣很认真地听着，他知道家里的难处，家里贫穷不堪，一贯被亲戚瞧不起，没少吃过白眼。“林叔叔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这钱就当是侄儿借的，待侄儿长大，定会还钱于您。”邹氏连忙制止：“明荣，不可，我们就要走了，怎能借他人钱财？日后怎么还？”明荣没有吭声，他觉得去了大舅舅家后，不会如母亲想的那般简单，人家肯不肯收留，还是另外一回事，只怕困难的时候，会连1文钱也借不到。林大勇笑道：“嫂子，我倒是觉得明荣这孩子有志气，他敢说写借条的事，也说明他有自信，日后自己能还得上。”明荣听了夸赞他的话，挺高兴，
看了母亲一眼，邹氏此前脸上坚决的神情有了些许的松动。见状，大勇跟明荣说：“那你去写张借条，日后待取得功名，手头上宽裕了，再将钱还我。”话是这么说，但他的心底里没指望对方还。取得功名后，这2个孩子还要成家，处处都需要用钱。明荣应下了，不待母亲同意，自己就去拿了纸和笔，写了张借条，上面注明哪年哪月哪日借了林大勇的银两，共计52两银子。他没忘掉之前的2两。林大勇接过借条，没有看，本就没指望人家还，有什么可看的呢？将50两的银票塞到了明荣的手中，便笑着告辞了。邹氏送大勇出去，出了篱笆门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开口说道：“大勇兄弟，你每日在外操劳，也该花些时间在店里多看看。”林大勇没往坏处想，说道：“我们夫妻2个各自分工，我管外头的事，他则只管卖酒，店里轻松着呢，不需我去帮忙。”邹氏没言语，就要与林大勇告辞时，还是下定决心说了出来：“大勇兄弟，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，若事情不是这样，你当我嘴碎。”他慎重的语气让林大勇也认真起来。“嫂子，尽管说。”“无事的。”邹氏微微点了点头。“小心你妻子，她不对劲。”5翻看账簿，心中起疑。林大勇皱起了眉头，他知道邹氏不会无缘无故说此话，定是他发现了什么自己未曾注意的事情。他说梅红不对劲，不可能是指身体的抱恙，必是指其他的什么。本想再问他些什么，见他好似不肯再说，便谢过邹氏，心事重重的大步离去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邹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将篱笆门关好。本不该多别人家里的事，但瞧着林大勇不是个恶人，也怕他日后要吃亏，于心不忍，终于还是出言提醒了他一下。其实林大勇妻子梅红的事早就被镇上的人们传开了，而邹氏也亲眼见过几回他与那男人行为亲昵得很，故倒不算是诬陷他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林大勇不常去店里，只是让梅红坐在店里卖酒。酒馆里喝酒的多为男人，这日子久了，梅红便与一常去的酒客勾搭上了。那男子名叫彭贵钱，人长得高大不算，模样还长得俊，面红齿白的，常常挂着一个笑脸，惹人喜爱。彭贵钱的嘴巴很能说，常把梅红哄得眉开眼笑。梅红身子不舒服时，他会嘘寒问暖，在言语上格外体贴。梅红并不是个见过很多世面的女人，她没想过彭贵钱能对她说好听的话，也能对其他的女人说同样好听的话。彭贵钱本就是个在酒色里打滚的人，顺口说上几句好听哄人的话，那还不是随手拈来，很容易的一件事吗？可梅红想不到这些，她只觉得彭贵钱比自己的丈夫林大勇更懂得自己，心里也就慢慢的有了变化。再加上有回林大勇来店里，正好彭贵钱也在，这2个男人站在一起，对比极其明显，一个矮，一个高，一个面上又粗又老，一个粉粉白白的面上桃花眼泛着惑人的光泽。夜里，梅红在床上瞧着身侧的男人，鼾声如雷，只觉得他令人厌恶得很，不知是谁先起头勾搭对方的。反正梅红与彭贵钱这2人就好上了，甚至会在店里做些偷偷摸摸不轨的事情。白天有时客人少，梅红便把店门关了，与彭贵钱在里头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次数多了，外头的人又不傻，谁会猜不到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这种事情，人们只当茶余饭后的桃色笑话，没人会去告诉林大勇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
而林大勇对梅红是信任的，每天只管埋头做事，忙得很，连与人闲聊的功夫都没有。除了酿酒，他还要做些卤菜出来。梅红说，客人喝中高档的酒，自然想要些好菜下酒，可不能再总是花生米与酱菜了。林大勇想想，他说的也对，早上去买些牛肉等荤食，下午卤好了，晚上带回来，让梅红第二日放柜台上卖。这谁能想到，男人在外面忙碌养家，而家里的妻子竟会起异心呢？林大勇当日回去，什么也没说，如往常一样，吃完饭后洗漱一番，便去床上歇息。过了几日，他说身子有些不爽利，早上便没出去。到了店里，翻看起账簿来，梅红站在边上，很是紧张。林大勇发现每月的收支不对，账上的钱少了许多，便向梅红询问。梅红说借给自己娘家兄弟了。那日娘家兄弟急匆匆的来，借了钱又急着走了，就没顾上跟林大勇打招呼。林大勇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梅红心中暗暗地吁了一口气，说钱借给娘家兄弟，那是心中一急随口应付的话，实则是给了彭贵钱。彭贵钱此人不但喜好酒色，还好赌，只是一张嘴哄着梅红团团转，心花怒放之余，想不到这个男人其实是个不学无术之人。林大勇走后，梅红暗忖，此事林大勇还会再提起，怕是躲不过去，还得找个机会与彭贵钱商量如何处理才好。6. 撞破妻子奸情，反遭对方谋杀。翌日一大早，林大勇没吃早饭就出门了，说是要把昨日耽搁的事今日补回来。梅红嘴里不说，心里是巴不得他赶紧出去，连句劝他多歇息半日的话也不愿讲，请人带信给彭贵钱，让他早些来酒馆。带信的人鄙夷的笑笑，还是应下了。彭贵钱如约而至，梅红赶紧关了酒馆的门，跟他商量起那事。这几日彭贵钱的手气很背，怎么玩都是输，身上哪有钱还？再者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只不过他知道，搞定面前这个女人后，他自会想法子搞定那些事。他就不相信这女人面对自家丈夫时，敢把和自己的事情兜出来，嬉皮笑脸地凑到梅红跟前，双手便不安分起来。梅红被他聊得早忘了要谈的正事，两人好事正行至一半时，外头的门敲得如雷响，且伴随着林大勇的怒吼声。原来林大勇心中早起了疑心，故意说早点出门，实际是为了杀个回马枪，抓现行。彭贵钱被吓得不行，他喜欢跟梅红在酒馆里玩这种刺激的偷情，但当真遇上事时，他又经受不住，故而惨白着一张脸，哆嗦着连衣服都穿不上了。梅红心中也很害怕，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应当如何做。他很快便想到，其实林大勇是怀疑上了自己，今日定是他使的计策。这里没有后门，只有大门可以出去，他是要将自己这两个堵在这里了。双目微眯，心中发狠，反正逃不出去了，不如来个鱼死网破，兴许还能搏出一条路。便跟彭贵钱说，他知道我俩的事，定不会放一条生路给我们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当下便教他要如何做。彭贵钱一听的要杀人，哪里敢这么做？梅红说，倘若不做，今日就得自己这两个死。于是也就犹豫着点头答应了。梅红将衣服、头发理整齐后，强作镇定地去把门打开，而后佯装无事人似的说道：“大勇，你怎回来了？门敲这么重做什么？都要被敲破了。”林大勇见他如此，心下闪过一个念头，是不是自己多疑了？他是想不到变了心的妻子
心也会变得狠毒，要将自己置于死地。待他进来后，还未来得及朝四处看，躲在门后的彭贵前手持板凳，突然朝他头上猛击过去，当即头破血流。这猝不及防间，他人就被打懵了，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。与此同时，梅红飞快地关上门，免得打斗的声响引来外面的人，冲上前去，一手揪住林大勇的衣领，一手按着他的头往墙上撞。彭贵前放下板凳，也来一起帮忙打。若是正儿八经的双方对打，这两人未必能打得过林大勇。彭贵前早被酒色掏空，就是个花架子，所以梅红要他采取偷袭的手段。地方狭小，林大勇一时还不了手，但痛得要死时，人的爆发力也是惊人的。他是做惯了劳力的人，臂力很大，又因为常需走夜路，身上便有带刀的习惯。那两个见没把他撞死，就想用手掐死他。林大勇寻机从怀里摸出刀，朝两人胡乱刺去，最先刺中彭贵前，他吃痛，松了手去捂。而后林大勇拿刀又刺向了梅红，恰好刺中他的手臂。趁他松手之际，大勇跑去门边，想打开门逃出去。梅红自小也是乡下长大的，打起架来够强悍。他忍住痛，操起一条板凳向他狠力砸了过去。古话说，自古奸情出人命，还真的一点都不假。曾经的恩爱夫妻，如今如同仇人般，只想把对方往死里打。清官审案，恶毒妻子遭报应。林大勇及时把身子偏了下，没砸到头，被砸中一边的肩背部。他很快将门打开，跑了出去，大声呼救，引来了不少路人。附近店铺的掌柜有不少是与林大勇相识的，以为他家来了盗贼，纷纷过来帮忙堵住了门。里头的人是别想出来了，见他满身血污，又有人飞快地跑去报官。衙门里的官差以为出了人命，来得很快，得知事情原委后，将三人一起带走。知县姓石，名松，为官清正。见三人都受了伤，且有一个伤势还不轻的样子，怕会死在堂上，立即着人请大夫过来，为他们一个个上药包扎。林大勇就是那个伤得最重的人，他跪在地上，手掌撑着地，此时仍是昏头昏脑的，缓了缓神，才将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。但他对邹氏提醒自己的那段隐去了没说。那一家人已经活得够辛苦的了，他不想给人家增添不必要的麻烦。好在梅红和彭贵前通奸的事情，在镇上早就不是什么秘密。今日帮忙的邻居有几个主动过来帮他作证的，以前是不愿多这种事，可现在这女人偷人不算，还要谋杀自己的丈夫，这就太令人义愤填膺，不能不出来说话了。彭贵前吓得要死，跪在地上直打着哆嗦。招供说是梅红趁他酒醉，最先勾引了他，他错在一时没忍住诱惑。这次谋害林大勇，也是中了梅红的圈套。一大早，梅红就让人带口信把他叫去，以还钱的名义，逼着他发生不正当的关系。中途林大勇回来，梅红又跟他说林大勇会杀了他，让他先下手为强。总之，彭贵前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，最恶毒的人当属梅红无疑。一番话直听得旁人目瞪口呆，世上居然有这么无耻之人。梅红想不到彭贵前如此无情无义，毫无一点担当，心中后悔不迭，但悔之已晚矣，也不愿一人承担责任，当即与他在堂上互相攀咬起来。石知县得知事情详细经过之后，判林大勇无罪。虽说用刀刺伤了梅红和彭贵前，但在那种情况之下，实属正当的防卫，情有可原。
而梅红与人通奸，伙同奸夫彭贵乾谋害亲夫，判梅红凌迟处死，奸夫彭贵乾处斩，先将二人投入大牢，待秋后处决。梅红和彭贵乾两人吓得瘫软在地。梅红求林大勇看在年幼的孩子份上，原谅自己。此话一出，又惹得旁人嗤笑。谋害亲夫时，可曾想过两人还有年幼的孩子？林大勇没理他，请求当堂休妻，时知现准了，并且令人出具文书，盖上了大印。林大勇从衙门里出来时，看也未看梅红一眼，他心如死灰，怎么也想不到多年的夫妻居然这么狠毒。关了酒馆的门，在家里养了一阵子，半个月后把林家酒馆盘了出去。梅亭镇上大多是面熟的人，实在没有勇气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，又将专门用来酿酒的宅院退了租，将剩余事情了结完，回了乡下老家。看过儿子，和家里人说了此事后，几个兄弟很气愤，欲带着族里的人去找隔壁村梅红的娘家人算账，被林大勇拦下。事情一码归一码，梅红个人的行为与他娘家人无关。被人诬告，身陷囹圄，命在旦夕。4个月后，在附近清河县城里做生意的二叔来信，让他也去那里做事，说是县城里繁华，容易赚到钱。林大勇与父母商量，仔细考虑过后，决定去闯荡一番。因自己有酿酒的技艺，故还是做了老本行。不过不是开酒馆，而是找了菜市场边上巷子里的一个带单独院子的屋子，只单纯的酿酒卖。他的手艺好，酿出的酒老远就能闻到香味，巷子里的猫从来不会走失掉，就算跑迷了路，也会循着味儿找回来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他这里的价钱也公道，生意很快变好了起来。顾客都是自己带着装酒的容器来，打上半斤、1斤的，回家慢慢的喝。1年后，隔壁的刘婶见他这人稳重实在，就将自己的侄女何香介绍给了他。何香人长得端庄秀气，很朴实，是个实在过日子的人。因为家里穷，父母身子不好，底下的弟妹又多，他一人撑起了大半个家，带弟妹长大。他也被拖大了婚嫁的年纪，林大勇对他很满意，自身的条件就这样，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姑娘，也算是自己有福了。何香这个人确实是好，知道他以前的事情之后，让他把孩子接到身边来，说千万别苦了孩子。后来何香也生了2子1女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在一起过日子。看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妻儿，林大勇常常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幸福。这样和美的日子过了有10年，酒房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有人来这吵闹，说自己父亲从他这打了酒回去喝，结果一命呜呼了。事情闹到了知县衙门里，知县姓邝，此人并不算是个清正廉明的官，令人去查验死者的尸首，证实是喝了假酒身亡的。于是林大勇被打入大牢，任他怎么解释，邝知县都不听，判了秋后问斩。林大勇是一家的支柱，支柱倒了，这个家也就像要塌了般。何香到处找人求情，但底层的老百姓想找官家的人办事，那是难如登天。钱花了出去，事情还未办成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看管牢房的狱卒，花钱打点了他，才被允许偷偷的进去看了一回林大勇。何香用篮子装了些好菜好饭带进去给他吃，看着他污浊而清瘦的面庞，何香拼命地抹起眼泪来。林大勇好言劝他不要再为自己费心思了，自己流年不利，没有享福的命。既然如此，不如留着些钱财，好好的带大孩子。他觉得这一劫许是10多年前自己卖假酒所得来的报应，怨不了他人。
何香没有听他的话，离秋季问斩还有段日子，她觉得自己就算拼心全力，也要将丈夫救出来。她私下找人询问，看看有何法子可想，哪怕有一丁点的希望，她都会去尝试。这日，他表弟，也就是刘婶的儿子来告诉他，听说知府大人在州县巡查，近日会来清河县，不如大家一起去拦轿申冤。何香想了想，多日来的打探，他也了解到一些事情。拦官员的轿子是被禁止的，有冤情要报的百姓可以到官府衙门那儿去鸣鼓，至于拦轿告状者，则会先被杖打80，所申的冤情还不见得会被受理。他对表弟说：“这样做太鲁莽了，你别去。”何香劝表弟不要去，但不表示他自己也不去。他想过，即便自己去知府衙门鸣鼓，也未必能见到知府大人，所以还是决定去拦轿申冤，将几个孩子托给母亲和刘婶帮忙照看。他自己则整日到处去打听知府大人何时会来清河县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打听到了消息。一大清早，便在路边等候，待真的看到了知府大人的轿子，他不管不顾的就冲上前去，还没等到轿前，就被衙差拦住，呵斥他退下。何香哪里肯放过这次机会，大声喊冤：“民女何香，夫君林大勇被人陷害，关进大牢。”话未说完，衙差举起棍杖，作势要打。有冤直接去衙门，不可拦轿告状，还不赶紧退下！等等，轿子里传来一声威严的男声。接着，知府大人撩起轿帘，问道：“你说你的夫君是谁？”何香不敢抬头，老老实实低头答道：“民女的夫君名叫林大勇。”知府大人又道：“将头抬起来。”何香疑惑，不知大人为何会这么说，但也听话地将头抬了起来，偷偷看了知府大人一眼，是个风神俊朗的年轻人，不敢多看，将眼帘垂下。知府大人打量了他一会儿，才道：“你有何冤情要申？”何香便细细地把事情说了一遍，唯恐怕漏掉一句，害了自家丈夫的性命。知府大人点了点头，温声说道：“你且先回家，耐心等待。”说完，把轿帘放下。何香不知他是何意思，呆呆地看着那晃动的轿帘，搞不清楚自己这是不是告状成功了。很快，他被衙差带到路旁，看着离去的轿子，何香站在那儿，发了好长一阵的呆，才慢慢地走了回去。知府大人知恩图报，冤情水落石出，在家里老实的等着。过了3天，林大勇真的回来了。何香惊喜交加，4个孩子既高兴又激动，都围拢了上前，一家人是抱头痛哭。等情绪平稳之后，何香才知是知府大人查清了案情，将林大勇无罪释放。告状之人的父亲确实是喝了假酒死的，但不是在林大勇这买去的，而是贪了便宜，买了流动小贩挑肩上卖的劣质酒。那么他为何要诬陷林大勇呢？还是一个利字在作祟。林大勇作坊在巷子里，屋子比外头店面的租金低多了，而且他有经验，知道怎么降低成本。他的酒比外头店面上所卖的价钱要低，再加上酿的酒好，酒里没掺任何一点假，真正实打实的在卖酒。长此久往，就把别家很多顾客吸引了过来，自然也就惹得同行怨恨上了。离他家近的一家酒铺，掌柜姓郭，得知有人喝假酒死了，便使了些银两买通死者的儿子，诬陷林大勇。本是冤有头债有主的事，可那家人已经找不到卖酒的流动小贩，接了郭掌柜的钱财，就顺便把事情赖到了林大勇身上。郭掌柜与邝知县又有些亲戚关系，照样使了钱财，打通了这里面的关节。
故而任林大勇再怎么解释，邝知县都不会听，直接判问斩了事。他也知道林大勇家无权无势，没有任何靠山，这样的人最好欺负。郭掌柜自认做得天衣无缝，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。林大勇来清河县的这10几年，从未卖过一滴假酒，是有口皆碑，这就给知府大人查案提供了便利。很快案情就水落石出。何香听了很是感慨，一个人还是要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这样即便被坏人诬陷，也能很快得以恢复清白。又过去了3天，林家来了位特殊客人，此人书生打扮，后面跟了2位随从，手上皆拎着礼物。他一见到林大勇，便笑道：“林叔叔，明荣来看您来了。”林大勇起先有些惊讶，毕竟过去了10多年，中间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而张明荣的面貌又比少年时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一时间就认不出他来。后经明荣提醒了几句，林大勇这才反应过来，拉着他的手，很是激动地说：“你都长这么大了。”连忙请他进屋，叫何香倒杯茶水过来。何香正在灶房煮饭，听到丈夫喊她，便赶紧沏了茶送过去。待看到来客的相貌，手一哆嗦，将茶水洒了些出来。林大勇正待说他失礼，就见他直直地给张明荣跪了下去：“知府大人！”林大勇吓了一跳，原来他就是替自己查清冤情的好官。张明荣笑着接过何香手中的茶杯，将他扶了起来，跟他们解释，案件是一级级往上复审的，自己正是看到了这个案子中的人名，猜想到可能是自己认识的林大勇，这才特意亲自来此重查此案的。末了，对林大勇说：“婶婶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。”林大勇会意，看向何香的眼睛里也是充满了丈夫对妻子的感激。何香很感谢张明荣，想请他在家吃顿饭，明荣欣然答应。何香喜滋滋地拿钱出去买菜。等他走后，明荣跟林大勇说道：“前几年我和家母去梅亭镇找您，可您已经搬走了。听说了些您的事情，家母愧疚得很，说是不该告知实情，以至于害了您。现在您生活得好好的，我回去说与家母听，她总算可以安心了。”林大勇笑道：“哪里是害了我？我现在不好好的在这儿吗？那女人的心变得如蛇蝎般狠毒，若是我不知实情，恐怕早已经被她害死了。”明荣点点头，那2家人找了关系想翻案。还好石知县为人刚正，不为钱财所动，那2人已被处决了。说起往事，林大勇有些黯然，他想起明荣父亲张立同的死，这是在自己心底里一直是个疙瘩，令人不舒服，纠结了好一会儿，还是决定和盘托出。说完心中也就轻松了，不管明荣对自己是怨还是恨，他都认了。哪知明荣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林叔叔，过去的事我们还是不要再提了。当时您卖的是真酒，并没有做错事，而且后来您不是一直都没再做过假酒吗？”明荣心里也有苦楚，他隐去了一些事情没有说出来。父亲张立同是个读书人不假，但因总是不得志，便整日以酒浇愁，又不是生产，赚不来1文钱不说，还常常抢了母亲辛苦做针线活得来的几文钱，出去买酒喝。明荣和弟弟常常饿得很，以至于2人饿极了，就去外头拔野草充饥。这些事情倒也罢了，父亲的脾气还不好，将自己的处境归咎在妻儿身上，每日对他们动辄非打即骂。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异常的苦闷，母亲被他逼得险些带着孩子要投河自尽。何香很快买来了菜，做熟了端上桌。明荣请求道：“林叔叔，我还从未喝过您亲手酿的酒呢，
林大勇怕他不敢喝，起先没拿出来，听他这么说，便高兴地让荷香从缸里舀出酒，与他对饮。明荣慢慢地品尝，点头赞道：“林叔叔酿酒的手艺果然是好。”吃完饭后，明荣拿出2张银票，双手递到林大勇面前，很诚恳地说道：“林叔叔，这是还给您的钱。”林大勇低头一看，是一张500两和一张100两的银票，他哪里肯要，连忙拒绝：“钱是送给你们的，我本就不指望还。再说，当时那点钱，哪里会是现在这么多呢？”明荣执意要他收下，若不是当初有您的资助，我们兄弟俩也走不到今天。去投奔大舅舅后，因他父亲的原因，遭遇了亲戚不少白眼。大舅舅为人很老实，但舅母是个厉害的人，当日拿了扫帚把在门口，硬是不让他们进去。幸得他们有林大勇送的50两银钱，又加上来之前卖屋子得来的30多两银子，住了几天客栈，在大舅舅的暗中帮助下，很快就寻得了一间合适小宅子，就此安顿下来。此后，他兄弟2人专心读书，先后都取得了功名。是以明荣的心里特别感激林大勇，是他给的那50两银子，让他们最终得以摆脱了困境。林大勇拗不过，只得把银票收下，但当时的借条早已丢失，正准备去找纸笔写章收条，被明荣制止：“林叔叔，我们兄弟俩欠您的恩情，这一辈子都是还不完的。”林大勇觉得他说的过于重了，自己仅是出了1点银两，哪里担得起他们这样的感激？明荣笑笑，没有解释，称自己还需赶路，便告辞离去。每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，都有一段难以启齿的过往。自张立同死后，邹氏被天天上门讨债的人逼得受不了，钱虽然没有多少，但对于连1文钱都拿不出来的人来说，那便是个天价了。林大勇第1回送他们2两银子的那日，在那锅稀薄的粥里，邹氏放了2包问邻居讨来的老鼠药，准备和孩子一起吃了，把命了结掉。是那2两银子，让邹氏重新对生活看到了希望。他把那锅稀粥倒掉，将锅清洗干净，明荣才知道他们刚刚离死亡的距离有多么的近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坊间流传林家的酒酿的实在好喝，就连知府大人也特意寻去讨要了1碗喝。自此，林大勇酒坊的生意重新兴隆起来，而且比之前生意还要更旺。后继林大勇的3个儿子长大后，前面2个子承父业，也开了酒坊，与父亲一样，只卖真酒，不卖假酒。荷香常常告诫他们，本本分分地做人，踏踏实实地做事，坚持必有收获，善良也终会有好报。最小的那个喜欢读书，后来考取了功名，嘴上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：人活于世，当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。在地方上做官时，品行端正，清正廉洁，在百姓心中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父母官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：妇人心善。雨中救老翁，送其回家后，老翁说：“你不能走。子西村有个榨油坊，掌柜姓孙，名有强。油坊虽说不大，但周边2个村都没有，人们想要买油就会来此，故靠着他，孙有强夫妇把2子1女都拉扯大了。如今大儿子已经娶妻，女儿也快出嫁，就小儿子年纪尚轻，不过亲事已说定，就等2年后成婚。女儿水莲17岁，说是出嫁，其实就是嫁给自己作坊里的伙计李如祥。成亲后还是住在家里。李如祥比水莲大2岁，不是本村人。当年他父母逃难来此，后来又因身体不好，
先后病逝，扔下7岁的李如祥无人管。没爹娘的孩子是很可怜的，年纪又小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有回，孙有强见到饥饿的他，因为偷了人家地里的萝卜，而被那家大人训斥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把他领回了家。当时他没多想，只是觉得家里一人从嘴里省下几口饭，也能把这孩子养大。那段时期口粮都紧张，孙有强妻子黄氏见他领回一个不相干的人，生了好几天的闷气。后来想通了，既然进了门，总不能把孩子再赶出去吧？毕竟这么小的年纪，在外头还真的有可能会饿死，遂将他与自家孩子同等对待。水莲15岁及笄后，黄氏发现他与李如祥互有爱意，想把女儿嫁到别人家去，自己也不放心，不如就在眼皮底下看着，与孙有强商量，把李如祥招到我们家里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如何？孙有强笑道：“你呀，就喜欢做一厢情愿的事，也没问过如祥愿不愿意。倘若人家心底里不是这么想，你去找他说，岂不是让他为难吗？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老李家就只剩这一个孩子，总得让香火延续下去。2个孩子成亲后，还是让他们吃住在家里，但生下来的孩子跟着如祥，姓李。总之，他的意思就是同意这门亲事，但不同意让李如祥入赘。”黄氏想了想，自家丈夫说的有理，让如祥为难，也就是让自家女儿水莲为难，便不再多言。到水莲婚嫁时，将东西置办齐，欢欢喜喜地让他俩成了亲。产生裂变。1年后，水莲的大嫂即将产下第2子，水莲寻思着，弟弟也快要成家了，家里吃饭的人会越来越多，而油房的收入养活这么多人，很勉强。更何况邻村也有人办起了油房，自家的生意明显比以前少了。私底下跟丈夫商量，他们2个人能不能去镇上开一个油店。李如祥也正好有此意，只不过开店是需要本钱的，这2个人哪有？虽说李如祥在油房有工钱，但想走出这个村子去镇上开店，还是远远不够的。1日干活时，李如祥将这个想法随口跟岳父说了说。孙有强考虑了一番，劝说黄氏拿出了多年积攒下来用来养老的钱，给他们做本钱，手中有了钱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2人在镇上租了个门面，开起了一家不大不小的油店，卖的油本是从孙有强的榨油坊的，但无奈子溪村离镇上实在太远，几次以后，李如祥就找了家附近村子的榨油坊，费了些口舌将价钱压低。自此，从他那儿得油是进过来了，但光坐在店里等生意上门可不行。于是由水莲在店里守着，而李如祥则挑了担子，每日走街串巷去卖油，自小跟在父母后面帮着做事，耳濡目染下，水莲也是懂得这里头的门道的。对客人，他总是笑脸相迎着，做事也很大气。客人拿罐子过来打油，称足量了后，他会用油勺再给人家添一点。这一点虽说不多，但足以让客人心里舒服，下回还来。所以，即使他家的油与别家相比差不多，周边的人们还是喜欢到这里来打油，有的人甚至还会绕着道过来。李如祥做事也是很灵活的，每日挑着担子在外头卖油，渐渐地摸出了些名堂，知道哪家用油量大，买一回油需多久用完，他估摸好了天数，到那时便给送过去。卖油郎这么勤快，卖的油价钱又公道，这买油的客人就会满意。有不少做饭馆生意的店家与他定好日子，隔几日上门去送一次。夫妻同心，2个人的劲都往一处使，这日子只会越过越好。
不到1年，两人就将本钱还给了皇室。孙有强夫妇瞧着这小两口齐齐上进的劲头，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。又过了2年多，水莲和李如祥在镇上买了房子，虽说房子不算大，但也算是有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地了。这几年来，水莲觉得丈夫天天出外卖油，比自己辛苦，家里的事她总是抢着做，每日的饭菜有好的，也总是先尽着丈夫吃。对于妻子的体贴，最初如祥心里很感动，但人的心往往很微妙，日子久了，他觉得水莲本就应该这样对待自己。李如祥很想要儿子，自小跟着父母逃难出来，父母又过世得早，他不知道老家在何处，但即便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，也希望有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。他总觉得李家这个姓不能在自己手上断掉。这个念头在生活越过越好后，也越来越强烈。只是水莲一直没能怀上孩子，所以她对丈夫的好，在如祥看来，实则还有一份愧疚在里面。李如祥不是没有想过那个妾让他替自己生儿子，但又不敢主动提起。后来实在忍不住，在过年节带着妻子回岳父岳母家，趁着大家闲聊的功夫，他有意无意地提了几回，但皆被岳母以别的话挡了回去。岳母的意思，这是机缘没到，若机缘一到，孩子便会来得很快。这话让如祥心里很不舒服。若水莲一直怀不上孩子，那自己岂不是就要断了后代？对于她心里的想法，水莲是一无所知的。她对自己的丈夫仍然很好，好到常常将自己忽略得干干净净，一颗心只挂在丈夫身上。遇见风尘女，从此踏上不归路。在李如祥稳定的客人当中，有一家满春楼，他家用油颇多，每隔3日，李如祥便要去送一次。满春楼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就是一家妓院。平常李如祥送油都往后门去，不常见到里头的妓女。有日他去送油，正巧被一个叫玉兰的妓子给瞧见了。玉兰见他穿的衣裳干干净净，人也长得齐整，有些奇怪，别的卖油郎瞧上去可没他这么清爽。待他走后，便向老鸨问起：“妈妈，那人是谁？”老鸨随口答道：“是李家油店的掌柜。”玉兰听后，心思便动了起来。虽说他有几分姿色，但实在算不得满春楼里的佼佼者。平常的豪客贵门是不会看上他的。如今年岁渐长，到了该从良的时候，若是凭着保姆捡种，那年老的、貌丑的都有可能。实在是不如自己主动去寻，兴许还能遇上一位良人。打定了主意，在李如祥下回送油的时候，他便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，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笑。天气热，衣裳穿得少，轻薄的纱衣，趁着曼妙的身段，那脂粉的香味直往李如祥鼻子里钻。他看呆了，觉得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子。玉兰在他面前只停了一会儿，笑了笑，又走了。他见过的男人多，瞧他那神情，便知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的身影便牢牢地刻在李如祥的脑子里。这几日但凡有空，他就会忍不住地想起他来，左思右想，都觉得玉兰对自己笑，那是对自己有意思。再瞧在店内劳作的妻子，就不如以前那般顺眼了。衣服穿得有如街上的乞婆，身上也是一股子油味，哪里有玉兰的半分好？隔了3天，他又去送油，左顾右盼，没见着玉兰，心里很是有些失望，又不知如何向人打听，只得遗憾地离去。这日思夜想的，下一回再来时，居然就给他瞧见了。临走前，他悄悄地向一位打杂的小厮打听，才知他叫玉兰，与他过一晚，
需1两银子。有句老话叫做饱暖思淫欲，食饱衣暖之时，则生淫欲之心。有种人刚吃了几口饱饭，就会想些其他不该要的东西，守不住本心。李如祥就是如此，水莲时的字会记账，卖油得来的钱两，一直是他在保管。李如祥整日琢磨着该如何从他手中拿到1两银子。挨了几天，他忍不住了，扯了个谎，说是有位亲戚来寻他，需出外一趟，问水莲要银子。其实当年他年纪小，老家在哪根本不知道，但水莲对自己的丈夫向来是深信不疑，爽快地将银子给了他。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，在满春楼里与玉兰颠鸾倒凤。玉兰本就指望着他来找自己，这正合心意，故使尽浑身招数，将他侍候得舒舒服服。回去后，面对着水莲关心的话语，他心里有些歉疚，想着尝过一次滋味就罢了吧。同时心中也知那种地方不是自己这种人常能去得起的。后来几回去送油，都没见到玉兰。李如祥的心里有如猫爪轻挠，痒痒的，说不出的味道。过了没几天，却又见到了他。玉兰笑着问他可有想自己。顿时李如祥心花怒放，再一次蠢蠢欲动起来，食髓之味让他欲罢不能。这以后又在水莲那骗了几回，拿了银子就去跟玉兰厮混。风尘女算计卖油郎。玉兰嘴巴很会哄人，常把李如祥哄得晕头转向，将家里的老底全都兜了出来。油店只是个小本买卖，每月赚得的银两扣除本钱，所余不过2-3两。这点钱实在不被玉兰瞧在眼里，只不过他是个有志向的人。从良后，他并不想给人做妾，而是想做正儿八经的妻。妾的地位极其低贱，尤其又是从这种地方出去的，就更为人所瞧不起。满春楼里曾有位姐妹被一个男人赎了回去，那男人家里有些钱，最初那姐妹还挺得意，后来不过1年的时间，那男人便冷落了她，又到这里来寻别的女子。他家妻子也是个厉害的，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那位姐妹便没了，最后草草地葬了，没人会管她是怎么死的。仅仅议论了几日之后，就像刮过一阵风，很快便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。玉兰没敢忘，她心里惊得很，就算嫁了个有钱男人又怎样，遇上个蛮横的妻，那日子照样难过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在暗暗盘算，定要为自己寻找个稳妥些的人。做这行的都会落点私房下来，积攒到从良那时，也是一笔可观的积蓄。嫁个良人，可以好好的过日子；若是所嫁非人，怕是有钱也没命花了。经过一番细细的考量，玉兰觉得嫁给李如祥没有错，但是一定得做妻，只做妾的话，那是一点都不值当，会被人笑死。瞧着时机差不多了，玉兰便跟李如祥提出想跟他长久厮守在一起。李如祥一听愣住了，自己囊中羞涩，哪有钱为他赎身，怕他说出拒绝的话，堵了自己的嘴。玉兰柔声细语跟他说了一番话：我本是好人家的女儿，老家灾荒，跟着爹娘逃了出来，路上不幸与他们走散，被人拐了来，误落了风尘。说着说着，竟掉起了泪来。女人的眼泪杀伤力极强。李如祥听了这番话后，心有戚戚焉，自己幼时也是饱尝了苦难，知道这种滋味的，心中顿起一种同病相怜之感。接过他手中的帕子，替他擦去面上的眼泪，问他保姆要怎样才肯放过你。玉兰对他温柔地笑笑：我向妈妈打探过，赎身须得200两银子，我知道这让你很为难，这些年我偷偷存了些私房，你只需拿50两，让我见到你的诚意。
余下的我自个儿来填上。这话他没说假，还未到人老珠黄时，给保姆再赚2年钱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而2年所赚的钱，也绝对不止200两银子。保姆之所以肯放手，委实是他花了些钱央人去求说的。现在就看李如祥能不能拿出50两银子了。若不肯，便是他瞧错了人，他还得抓紧了再重新寻过一个。此时李如祥只觉得玉兰善解人意得很，对自己是掏心掏肺的好，更加觉得他难得，当即发誓自己会尽快取了银子来为他赎身。玉兰又细细地交代了一番，李如祥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50两银子对于大户人家来说不多，可对于他这种人家是笔很大的数目。当然他们家也不是没有这笔数目，其实是有的。水莲是个非常节俭的人，前不久还跟他说已经积到55银子了，让他去找个大些的房子，到时把这个小房子卖掉，换个大的，接父母过来养老。李如祥知道，若是对水莲如实相告，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，故而他在外头转悠了一圈，就想出了一个歪点子。4. 卖油郎使计骗发妻，卖油得来的银两散碎得很，到积得多了，水莲便会找人打成锭，又用纸封好，藏在一个匣子里，匣子外头落了把锁。李如祥知道匣子在哪，水莲从未防过他，就在柜子里的夹层中，只是那锁的钥匙是挂在水莲的腰间。傍晚回家时，李如祥在街上打了1斤酒，再买了1斤卤牛肉。荤菜在家中不常见，水莲笑着问他：“你今日这么大方，可是遇到了什么好事？”李如祥又将前段日子扯谎所说的亲戚搬了出来，搪塞他。之前我还有所怀疑，现在很肯定他就是我大伯那房的人。水莲很为他高兴，以为他打酒来是为了庆贺这事。李如祥给他倒酒，让他多喝几杯时，他没拒绝。水莲自小跟着父亲后头喝酒，酒量还可以，但经不住李如祥一个劲的劝，两人大概喝了半斤后，水莲就觉得醉意很浓，自己先上床去睡了。李如祥喝得少，这会儿清醒得很，他等了2刻钟的样子，确定水莲睡着后，才从他腰间取下钥匙，在柜子的夹层找到匣子，打开后将里头的银锭全都取出，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石块用纸重新封好，放入匣子，落了锁后，将匣子放回夹层中，最后将钥匙放回水莲腰间，把银锭用布包好了，另藏过了一个地方，这才上床去睡。次日，水莲最先起来，见李如祥还在睡，以为昨夜他也喝醉了，便没叫醒他。转头又见桌上一片狼藉，起身先去收拾桌子，提起酒壶，感觉有些分量。依他卖油的经验，这里头还剩了不少酒，虽说有一点奇怪，但很快便没多想，将酒与菜都搁进了菜橱中，打算下餐再吃。做好了早饭，自己先吃了些，见李如祥还没醒，给他把饭放在留有余温的灶上热着，自己匆匆去店里了。他一走，李如祥就醒了。吃过饭，取了银子出外办事，先是找了一处房子租了下来，然后再去满春楼找玉兰。玉兰见他来得这么快，又惊又喜，取了3封银子给他。这一封里头是50两，你与妈妈说话时好声好气一些，倘若她说了不好听的话，你暂且忍忍。李如祥点头应下，只觉得玉兰真是一心一意的在为自己着想。去找保姆谈妥后，付了银两，又去外头雇了顶轿子，这才把玉兰接去了租来的房子中。两人都很高兴，少不了要温存一番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就到了天黑。李如祥毕竟是个有家的人，怎么着也得回去了。
平常的日子，李如祥要去店里取担子往外去送油，今日整个白天他都没去，而且还这么晚回家。水莲很疑惑，向他问起：“你今儿上哪去了？”本是很寻常的一句问话，却惹得李如祥满面怒容。如今我成了犯人吗？做什么事你都要问个不休。说罢，连水莲煮好的饭也不吃，沉着一张脸便上床去睡了。水莲感到莫名其妙，昨夜他还是笑容满面，今日怎么就成这个样了？但她仍然没有往其他的方面去想。两人自小一块长大，她相信丈夫，就犹如相信自己一样。卖油郎计谋休妻。自从把玉兰接出来后，李如祥就没心思做事了。白天要出外送油，晚上得回家，哪来的空闲去找玉兰？一想到此，就烦躁得很，越来越觉得水莲就是一个碍手碍脚、多余的人。过了几日，他好不容易得了空闲，去见了玉兰。玉兰见到他，也欣喜得很，一个劲地埋怨他将自己扔在这儿不管。两人如干柴烈火，如胶似漆地滚在了床上。一番云雨过后，玉兰对他提出了要求，说是想做他的妻子。李如祥是没有想到这点的，妻子哪能娶2个？那是要受牢狱之灾的。他本来只是打算纳她为妾，见他不语，玉兰又道：“若是我肯做人的妾，外头有一大把的贵客想得了我去，又何必单单选了你？”他的语气娇柔，只是含了万分的委屈在里面。李如祥深以为是，自己这等条件娶了一个美娇娘，实在是他对自己有情意。又见他渲然欲泣的样子，令人心疼得很，一把搂住他，安慰道：“你给我几日时间，让我想想法子。”玉兰不再催促，深知他定会做到，这也是为何一定要他出50两银子的缘故。男人但凡付出了点什么，就总会想得到回报。而且他出了这笔银两后，是舍不得丢下自己的，将手不安分地抚上了他的身子，引得他欲火又起。这一日的欢畅过后，李如祥想将水莲赶走的决心是更加坚定了。妻子只能娶一个，身边的2个女人孰好孰差，他在心中比较了一遍。娶水莲，他当初1分钱没出，现在休了他，毫无损失。再者，这几年他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留着他实在是无用。玉兰就不同了，这可是花了50两银子得到的，若自己不娶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况且他人长得好看不说，对自己还有情有义得很，再瞧瞧他的身子，那准是个能生养的。比较完了，打定了主意后，他又在想如何休妻，无缘无故的休掉，人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。虽有强，一家人都不会放过自己，得想个计谋才成。至于孙家对自己的养育之恩，他是这么想的：孙家给了他饭吃，这个不假，但实际是他付出了劳力换得的。更何况那些年在孙家的榨油坊里做事，给的工钱并不高，故所谓的养育之恩根本就不存在，倒是有剥削他的嫌疑。更可恨的是，明知自己的女儿不能生养，还要硬塞给他，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这人啊，一旦狼心狗肺起来，往往会比牲畜都不如。李如祥想了一个什么法子去休妻呢？最直接的莫过于毁人清白。从玉兰那儿出来后，李如祥就去找了个泼皮无赖。此人在街上从不做好事，所以没人喊他大名，只喊他为二狗子。李如祥请他去喝了一顿酒，拜托他要如何如何做。二狗子瞧他一个挑担卖油的，心肠比自己还歹毒，就有些瞧他不起。不过这些日子二狗子手头上缺钱，再加上又不是害人性命，虽应下了他。卖油郎陷害发妻。此后的几日，李如祥一如以往，
白天勤勤快快地挑担去卖油，晚上老老实实地回家。这日他挑担才出去不久，二狗子就来邮店了。起先店里有人，他佯装看东看西，就是不走。待那人走后，又无别的客人进来，而水莲背对着他，低头在做事。二狗子趁此上前，从背后紧紧抱住了他。就在这时，李如祥恰好回店里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二狗子立即放开水莲，跳到一边。李如祥做事要打他，他害怕，指着水莲说道：“不关我事，是他要我来店里拿钱的。”说完，一溜烟的就跑了。李如祥假装追了几步，见他跑得太快，就停住了脚，反过身怒视着水莲：“若我今日不是有东西遗忘在此，竟不知你背着我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。”水莲猛得很，事情来得太突然，都没瞧见抱住自己的人是谁。跟李如祥解释，他听也不听，只说：“那人说你要他来店里拿钱，拿的是什么钱？”水莲觉得很冤枉，今儿早上才做了一笔生意，只赚了10文钱，这钱还在这儿，我拿什么钱给他？李如祥不信，只说他骗自己，让他关了店门，一起回家要开钱匣子看一看，匣子里的银两早就被他换了。他心中忐忑不安，怕水莲发现，索性就倒打一耙，占个先机。水莲见他不相信自己，心里很着急，但嘴上又说不清楚。现在能证明自己清白的方法，也只能是回家打开钱匣子。他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只要如祥见到那银子在匣子里，也就没什么好解释的了。回到家后，他从柜子的夹层中拿出匣子，坐在床边，再从腰间取下钥匙打开锁，看着用纸封好的东西，抬起头对李如祥说道：“这银子不是好好在这吗？”李如祥不吭声，用手取了一封，打开，随即大怒，将东西丢到水莲面前：“你居然用这种法子骗我！”水莲定情瞧去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哪里是银子，分明是10块。颤抖着手去打开另外的几封，全是10块，手一软，匣子掉落在地，眼泪哗哗地往下落。钱没了，自己的清白是说不清楚了。李如祥摆出怒不可遏的样子，当即甩门就出去了。他去做什么呢？急赶着到街上花钱找人写休书去了。妻子的行为若犯了7出中的任何一出，做丈夫的都有权利休掉他。在休书上，他不敢写无子，两人还年轻着，实在是不够理由。但淫和偷窃这2出，足以让他理直气壮的休妻。在写好了的休书上签了自己的名，又让人代写书信一封。这信是给孙家的，里面详尽地说了水莲如何趁着自己外出辛苦赚钱，而他在店内偷人的事，并且他还将家中所有的存银都给了奸夫，最后才说自己实在气不过，就将他休了。李如祥口述这些事情时，写信的人听得义愤填膺，问他可要替你写张状纸，将这毒妇告上衙门。李如祥敢吗？他不敢，这是经不起推敲。再说，二狗子那人不好惹，别真把他惹急了，反过来咬自己一口，遂连连摇头。念在多年的夫妻情分上，我放他一条生路。写信的人直叹：“你这人呐，太忠厚老实了，才会白白的被人欺负。”信写完，封了口，李如祥又花了几分银子，请专人去传递。他自己是不敢去的，怕被孙家的人打死。然后去街上雇了辆驴车，领到家门口等候。进屋便把休书扔到水莲脸上，然后随便给他捡了几件衣裳，打成包裹，让他立即走。水莲看见休书，当即吓得不轻，苦苦哀求他听自己解释。他一句不听，竟上前将他拖出门去。
并关上了大门。水莲跪在地上，不停地拍着门板，求他开门。李如祥隔着门跟他说：“我好心雇了车给你，你回娘家去便是，休要再回来。我在这里住的也丢脸，这屋子过2日我就卖掉它。”再后来，任凭水莲怎么拍门哀求，他都不应声了。车夫等了半天，见水莲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而前面请他的人又没给自己钱，故不愿在此耽搁功夫，自认倒霉，径自走了。卖油郎休妻，斩钉截铁，恩断义绝。水莲一直在门口跪到了第2日早上，才等到了李如祥出来。李如祥本来以为他走了的，正准备去向玉兰报喜，却见他还跪在这里，当即恼怒地骂道：“你做了丢脸的事，还想累及我的名声，我这就去找人，将这房子买了去，我俩才可断得干净些。”他这么说，还真就这么去做了，实在是做了亏心事，心虚得很。虽是2人挣得下来的家业，但契书上的屋主是李如祥的名字，水莲犯了7处之罪，是无权去争1分半点的。他把这笔账算得清楚得很，别人家买房、卖房都需考虑良久，他则是匆匆忙忙去衙行找了个衙人，拜托人家尽快地将屋子卖掉，顺带着他还将油店低价盘了出去。他心中很怕夜长梦多，到时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只想速战速决的好。那个衙人也是个有本事的，竟然在1天之内帮他把事情全都处理好。买房的人看见水莲跪在门前，付钱时就有些犹豫，怕会出意外的事。李如祥又将他勾搭奸夫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并且说自己已经将他休掉了，这房与他毫不相干。此时的水莲已经麻木了，2天没喝水，也没吃东西，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皮，无力去辩解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自己用全部心血经营的家，就这么飞快地崩塌了，心痛得犹如在滴血。但他仍是想不通，事情怎会到如此地步，快得让他连一丝思考的余地都没有。房子和盘掉的店面一共是62两银子，李如祥得了钱，良心上还是有一丝不安的。从小与水莲一起长大，他除了长得不如玉兰好看，以及不会生孩子，其他的倒没什么过错。想想给水莲的休书还被他落在屋子里，便进去拿了来，同时拿了1两银子给他：“我已给你爹娘去了信，这1两银子你拿去，是愿意雇车回去，还是等他们来接，都随你意。反正我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”说完，他拿着自己的东西就走了，自然是去找玉兰。他的心头有种隐隐的兴奋，终于甩脱了厌恶的人，现在只想与玉兰作对正儿八经、长长久久的夫妻。水莲一动未动，又跪了许久。路人对他指指点点，平日里和睦相处的邻人不好上前，只远远地瞧着热闹。新买房子的人不高兴了，朝着他啐了一口：“你要跪就跪远些，不要跪在我家门口。”真是晦气！当初做不要脸的勾当时，就应想到有如此的下场。隔壁邻居当中有位50旬的老妇，看不下眼了，过来扶起水莲，并且帮他揉着麻木了的腿。“水莲啊，你先别心急，回娘家找爹娘商量一下，看这里头如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”老妇是觉得水莲不像个勾引外面男人的女子，因为她几年就是那么几件衣裳，有的洗发白了，还有的打着补丁，没见过她舍得花钱买件新衣裳穿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呢？有几名胆大一些的邻居走了过来，有的也如老妇劝他那般，劝他先回娘家去，也有的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，问水莲究竟是发生了何事。老妇瞪了那人一眼，
从地上捡起休书和那1两银子，将它们一并放入包裹里，塞到水莲的手中。这天开始下雨了，你站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赶紧回娘家去吧。水莲没有说话，木木地拿着包裹，一瘸一拐地慢慢走了。他的背影可怜又无助。老妇叹了一口气，家务事最难理清，不理会旁边议论纷纷的人，扭身进自己屋里去了。雨中救老翁，送其回家。老翁执意留人，水莲低着头，漫无目的地往前走。如祥说去了信给爹娘，可这种事情谁能接受得了？出来这么几年，没让爹娘想到自己一天的福，反而以后要连累他们受村子里的人指指点点。想到这里，水莲的眼泪就往下掉，心情低到了极点。有流水的声音传来，他抬起头，前面是一条宽阔的大河。这里如祥曾带自己来过一回，河对面山浪风涛，层层叠叠，山脚下的河水被山映照着，成深碧色。往近了桥，则是清明如玉。只是再好看的风景，由悲伤的人看来，都是蒙上了一层灰色。雨下得有些大了，水莲慢慢地往河边走去，瞧着清澈的河水，他觉得自己不如跳下去，就这么死掉，一了百了。活着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就在他一只脚提起，想往河里踏去时，听到了有人在呼喊：“救命！快来人啊！”他收住脚，循着声音看去，是一位七旬的老翁。许是雨天路滑，他倒在泥地上，努力想爬起，却起不来。水莲抹了一把脸，将眼泪和雨水抹去，走上前，用力扶起了老人。“您摔到哪里了没有？可还走得了路？”老人面上一脸苦相：“姑娘，我脚崴了，一个人走不了，耽误你些功夫，扶我回去，可好？”水莲心想，反正自己早死一刻，晚死一刻，没多大的关系。眼瞧着这雨越下越大，还是先送老人回家吧。遂应下了，又问他家住哪里后，搀扶着老人慢慢走过去。大约走了不到2刻钟，就遇上匆忙前来寻找老人的家丁，他的腋下还夹了把雨伞。水莲见有人来接他，便打算告辞离去。老人拦住他：“姑娘，你不能走，好人做到底。他背着我就打不了伞，你帮个忙，替我打伞吧。”水莲想想是这么个理，没拒绝，努力将伞举高，不让雨滴到老人身上。老人的家是一座3进3出的大宅院，水莲寻思着，这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家。低头瞧瞧自己的衣着，过于寒酸了，不敢进去。“老人家，我就送您到这儿吧。”老人不肯：“姑娘，我这房子大，进去后还得有一段路才到屋子里。”言下之意，让水莲继续打伞。水莲无奈，只得依着他。前院里，一位面色焦急的老妇人瞧见他们，立即迎了上来。她是老人的妻子，见到水莲，她面上有疑惑之意。老人解释说，自己摔了跤，幸得这位姑娘扶起了自己。老妇人点了点头，先是对水莲说了几句感谢的话，又见她一身都是湿的，便令身旁的丫鬟带她去换套干净的衣裳。水莲自是不肯，说自己还有事，需告辞离去。老人笑道：“姑娘，天色这么晚了，外头又下着雨，你一个人在外头走，不安全呢。”水莲心想，我是去寻死，哪管安全不安全呢？于是又拒绝了。老人还待再劝，老妇人暗暗扯了扯他衣角，走上前了一步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衣裳都湿成这样了，回去准得生场病。不若今晚就住在这里，明天再走。”他的语意十分的恳切，水莲再拒绝，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。
点了点头，算是同意了。丫鬟见状，连忙带着他往后院走。老妇人陪着老人也回自己的厢房去换掉湿了的衣裳。原来如此，谁救谁，多年的夫妻。老妇人觉得老人今天有些不对劲，你的脚并没崴，为何骗人家姑娘？老人淡笑不语，继续脱下脏了的外衣，搁在一旁的褥子上。老妇人寻思着，她从未带过陌生女子回家，该不会是起了不该有的念头吧？一生光明磊落，别临到老了，还晚节不保。晚节不保倒也罢了，可别连累4个前途一片大好的儿子。有心提点他，便直接问道：“你是想那女子为妾？”老人才将干净的衣服换上，听到此话，不禁气笑了：“夫人，你这是在作践谁呢？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让人家20多岁的人做我的妾，既害了人家年轻女子，也害了老夫我自己。我家世代都是读书人，断断做不来这种事。”老妇人很疑惑：“那你为何要骗人家，还不让人回去？”“我哪有不让人回去？只是他说的回去，怕是要去寻死。”老人说道。老妇人大惊：“这是为何？”老人拍了拍他手背：“别急，是这么回事。”他整理着衣裳，慢慢地跟自家夫人解释了一番。原来老人姓叶，本是在京城里做官，因年事已高，便辞了官，带着夫人告老还乡，过起了清幽的生活。今日在家里闲着没事，没带随从，自己独自出去欣赏一番山水美景，哪知居然下起雨来。他在往回走时，见到那名女子正准备投河自尽，心中一急，想去拦住她，结果泥地太滑，自己先摔倒在地上。眼看那女子的一只脚已经提起，情急之下，他大喊救命，结果倒把那女子给制止住了。他过来扶起了自己，自己也趁此把她带回来。听罢，叶夫人笑道：“你们2个也不知是谁救谁。”叶老有些感慨，那女子连死都不怕，想必心中定是有很大的委屈。一路上我有心探她话，但她闭口不提。无妨，我来问她。叶夫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叶老点头：“那就有劳夫人了。”当叶夫人从房里出来，见到已经换好衣裳的水莲时，不觉眼前一亮。好俊俏的姑娘，偏要扮相那么老成做什么？都说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此前水莲穿着像个4旬的妇人，头发又是乱糟糟的，现在换了身衣裳，头发重新梳过了，整个人娇美得很。叶夫人拉着水莲的手，一个劲的赞叹：“这还没怎么装扮呢，就已经这么好看了。若是再抹上些脂粉，还不知要美成什么样。”丫鬟抿着嘴在一旁笑，水莲羞红了脸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此时她的心里稍稍放开了些，不全是郁闷之气了。花厅里摆了一张八仙桌，上面摆满了碗碟，里头的各式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叶夫人坐在水莲身边，拿了双干净筷子，不停地给她夹着菜。她温和慈祥的话语让水莲心里很暖，好似自己的母亲一般。眼睛发酸，泪水盈满了眼眶。叶夫人瞧见了，佯装不知。待到晚间，她亲自给水莲检查被褥时，水莲终于忍不住抽噎起来。见她心中的防线已破，叶夫人趁此问她话，她这才细说了原委。叶夫人皱了皱眉头：“该不会你是被你那丈夫给算计了吧？”水莲现在也怀疑是李如祥设的圈套，不然相识了近20年的人，怎么连一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？叶夫人温言劝解水莲：“你今晚好好歇息，不要再想这些糟心事，清者自清。”在与他说了些话后，叶夫人便回房去找叶老。
细细地跟叶老将事情述说了一遍。你的门生丁振辉不是在这儿做知县吗？你写封书信过去，让他帮帮水莲。这孩子真的是太可怜了。叶老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不必我出面，只要水莲自己去击鼓鸣冤，振辉查明事实，定会还他一个清白。”叶夫人很疑惑：“你为何这么笃定？”叶老笑笑：“他的母亲也吃过这种苦，所以他痛恨抛妻弃子的人。前段时间，他不是惩治过一个滥赌卖妻的男子吗？可万一……”叶夫人有些犹豫：“你放心，振辉不是个糊涂官。”叶老捻了捻胡须，倒是这名叫水莲的女子有些令人担心。无论查不查，她的丈夫都已经对她造成了伤害，让她打消自尽的念头才是最重要的。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当年振辉的母亲就是想不开，扔下儿子，用一根麻绳了结了自己。”这些话提醒了叶夫人，那我得多留心一些。叶家的家风一向很正，叶夫人鲜少听闻此类事情。这一晚，她唉声叹气了许久，才慢慢入睡。翌日一大早，她就又去找水莲了。叶老佯装看不见，由着她，人老了，有点事做也是好的。因祸得福，喜得姻缘。水莲一晚上也是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她想了许多许多，例如想几回的夜不归宿，其实就是有了外心；而那日的酒，实则是她为了灌醉自己，寻机把银子换掉。想是想明白了，只不过当叶夫人问她要不要去府衙告他时，水莲摇了摇头：“他害我，想必心中已存了对我家人的怨恨。我去告他，他无非就是受一番责罚，但心中怨恨会更甚。此人心肠已坏，必会得到他应有的报应。”叶夫人怔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问道：“你确定这么做？”水莲点了点头，随后提出告辞：“昨晚多有叨挠，万分感激，我该回去了。”叶夫人暗忖：他哪里还有家呢？娘家又是不好意思回去的，该不会是又想去寻死吧？这么一想，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：若你真的心存感激，就留下来替我们做事吧。我身边正好缺一个服侍的人。其实他身边并不缺人，只是老夫人觉得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家里也仅是多个人吃饭而已。水莲想死的心倒没有昨天那么强烈，但确实无处可去。思量过后，就答应下来，托人给家中去了一封信，仅是说自己在外头找了份事做，让爹娘勿念，其余倒没多说什么。以后将叶老和叶夫人当作自己的爹娘一样照顾，尽心尽力得很。1年后，叶家的小儿子叶晨风从京城回来，探望父母，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妇人在2位老人跟前服侍，以为是哪房的亲戚，虽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有说什么。有日陪母亲喝茶时，叶夫人瞧着面前沉稳儒雅的儿子，又瞧了眼正拿糕点过来的水莲，目光闪了闪，心里起了个念头：叶晨风是他4个儿子中仕途最好的一个，但也是活得最清苦的一个。他的发妻5年前病逝，一直未再娶，身边没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连个妾都没有。叶夫人觉得，如今也是时候该重新娶一个了。待水莲走后，便向儿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叶晨风哑然失笑：“母亲，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人，与您儿子真的相配吗？婚姻都讲门当户对，即便自己是个官夫，但依自身条件，找个家世清白的未出阁女子，一点都不难。”叶夫人面色不变：“相配不相配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会真心待你好，也会真心待我那2个孙子好。”叶晨风不语，只是专心喝着茶水。不过母亲的话，他是听进心里去了。
这以后的几天，他默默地观察着水莲，发现她虽然不爱说话，但的确如母亲所说，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一个人骨子里的善良是掩藏不住的。叶家收留他，他很感激，也是用真心在回报。又过了些天，叶晨风瞧着假期不多了，自己直接找上了水莲，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自己。水莲吓了一跳，一口就回绝了他，只说自己一个农妇，不敢高攀京城的官员。叶晨风很意外，以为是嫌弃自己比他年长近10岁，打算就此作罢。最后还是叶夫人劝动了水莲。我不敢说我儿子能挣得多少家财，但我能很肯定他的品德不同流俗，不是个始乱终弃的人。这话说到了水莲的心坎里，他的确害怕再一次遇上不好的人，让自己受到伤害。两人的婚事是叶夫人一手操办的，她的速度快得惊人，该有的礼数一样不少，以至于叶晨风很怀疑母亲是不是早有准备，就等自己回来。孙有强夫妇也被接了过来，与叶家的人见了面。起先黄氏抱着女儿一阵痛哭，后来听说女儿即将嫁到一个好人家里，又是一阵落泪。这回的眼泪是心里太过于欢喜，喜极而泣。夫妇俩直说女儿造化好。这世间人与人之间也是讲究一个缘法的。李如祥绝对想不到，他是水莲为草，而叶晨风却是他为宝。婚后，水莲随叶晨风回京，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水莲的好是一点点地呈现在叶晨风面前。他愈来愈惊喜，也愈来愈珍视他。而他的2个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对水莲很尊敬，也很友善，以心换心，亦是以情换情。水莲很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对的人，也感恩这样的生活，对待丈夫和继子都非常的好。半年后，水莲怀上了身孕，10个月后产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婴，一大家子人都是高兴不已，以后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的很。11，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。但另一家，李如祥和玉兰就活得没有这么如意了。李如祥得了银子后，本想带玉兰去过一个地方，但又舍不得，也不甘心扔掉这里的诸多固定客人，重新开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孙家的人厚道，没有来找他的麻烦，于是他放下心来，如愿以偿地娶了玉兰。一开始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买了个大宅院，租了个大店铺。他哪来的这么多银子呢？玉兰给的。人都是有虚荣心的，无非是多与少的问题。嫁个大店铺的掌柜，比挑担走街串巷的卖油郎是体面多了。而且人们多喜欢往大店走，店大了，货就多，客人自然来的也多。只不过想法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李如祥请二狗子陷害自己原配妻水莲的事，被慢慢的在镇上传开了。镇上的人大多比较淳朴，得知玉兰是从满春楼里出来的，嫌她脏，不愿意来。以前有认识水莲的客人，瞧到李如祥与玉兰成了夫妻，自然猜到了里头的缘由，很瞧不起他们，也不来了。就连许多做饭馆生意的店家，也陆续不要他家的油了，实在是不敢要。原以为李如祥做人厚道，可他连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发妻都要陷害，那哪日自己一不小得罪了他，岂不是要在油桶里下毒，坑害自己？这镇上又不止他一家卖油，去别的地儿也一样。李如祥原指望玉兰如水莲般勤劳，可她只会享受，不思劳作，每天只想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还请了个丫鬟服侍她。这一月月开支如水般流出，就是不见有进账。李如祥心急如焚，到最后入不敷出时，
李如祥问玉兰要银子，玉兰当然不肯，她已经拿出来太多了，怎么着也得给自己留一点防身用，自己本就是要来享福，而不是跟着一起来受难的。他把这句话脱口而出时，李如祥的拳头直接击在了他的脸上。为何他对玉兰这么狠来了呢？一部分是钱的问题，还有一部分是生儿子的问题。他以为玉兰的身子是个能生养的，但1年多了，始终不见有动静。有人告诉他，继子在妓院里面接多了客，自然就吃多了那种不让人受孕的药物，身子早垮了，生不了孩子，岂不是要让自己理性断了香火？李如祥对玉兰恼恨得很，当第1次动手打人后，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，以及后面的无数次。玉兰受不了，自己倒贴过来，最终所嫁非人，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。打不赢李如祥，也不甘心被他打，玉兰绞尽脑汁想对付的法子。二狗子曾在满春楼里嫖过他几回，自从开了这个店铺后，他经常有事没事就往这里来。李如祥怕他，别看他在玉兰面前横得很，但到了这种泼皮无赖跟前，满脸堆笑，不敢惹。玉兰觉得找个强的，李如祥就不敢打自己了。与二狗子本就是老相识，两人很快就勾搭上了。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两人的勾当不久就被别人发现了。这人是个好事者，在又有一日，看见二狗子溜进了李如祥的家，而他家的门很快便从里面拴上了时，这人飞快地跑去找李如祥，告知他这个消息。这人为何如此积极呢？仅仅是因为想瞧个热闹吗？不全然。二狗子曾当众欺负过他几回，他打不赢他，只能生生地忍下一口恶气。如今机会来了，他怎能白白地错过？再说，李如祥为迎娶青楼女儿陷害发妻，这种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总之一句话，让他们狗咬狗，一嘴毛去。李如祥对玉兰和二狗子相互勾搭的事早有耳闻，他心里是憎恨着二狗子的，请他陷害水莲，自己是请他喝了酒花了钱的，可他居然没有守住嘴，将事情到处说了出去，以至于自己的生意全部被毁了，新仇旧恨在一起。李如祥关了店门，立即赶往家中。屋子的大门确实是上了栓，李如祥没有拍门，从后院翻墙进去，拿了一根粗铁棍，蹑手蹑脚地往房内走。床上那两人为着一丝衣物，正在行好事，铁棍兜头袭来。二狗子无丝毫防范，一声不吭就倒在了一边。李如祥怕他没死，又给补了几棍，血溅了玉兰满脸，吓得他尖声大叫起来。李如祥杀红了眼，挥棍向他击去，那两人一动不动。李如祥这才开始害怕起来，他来不及换衣物，找到玉兰放私房钱的匣子，砸开，取了里面的银两，慌慌张张地往门外跑掉了。只是他跑不掉，被玉兰支开。出外买东西的丫鬟回来了，见到房内的死人，连忙跑到外面大声喊叫。李如祥没有逃出多久，就被官府衙门的人给抓住了。本来丈夫当场杀死奸夫淫妇是无罪的，但县令丁振辉不肯。他了解到李如祥之前陷害发妻一事，就有了疑问。李如祥当初为了迎娶玉兰，不顾岳父岳母养育之恩，不惜栽赃陷害自己的发妻。既然如此，又为何要对玉兰下手呢？这里面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事情。杀了人，又拿了玉兰的银子逃跑，那肯定就是谋财害命了。最后判了李如祥秋后问斩。这个案件层层往上，居然在每一级复核时都被批准了。行刑的那一日，李如祥吃过断头饭，
带着枷锁被人拉到了菜市口，只等时辰一到，就要问斩。有人从围观的人群中挤了过来，在李如祥面前放下了一碗米饭，一个萝卜。人们以为瞧错了，睁大眼睛仔细再瞧，对，就是一个萝卜，还是生的。别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李如祥知道，放米饭和萝卜的人是水莲的兄长。他静静地看着李如祥，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。孙有强夫妇没有来，只让自己的大儿子来送他最后一程。李如祥和他双目对视着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如果当初自己和水莲没有出来，还待在子溪村，那该有多好。只是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